2015年，巫师3横空出世，彼时用着卡皇780 Ti 的我，开开心心的打开了游戏，然后发现，在 1080p 的情况下，我居然都跑不满60帧，只能感叹一句：显卡杀手，不愧是显卡杀手。没想到仅仅在4年后，这款杀手级的游戏居然移植到了 Switch， 一个显卡算力只有780 Ti 1/10， CPU 算力更是当年旗舰1/20的平台，也不禁让我感叹，这是什么逆天优化？好吧，这都不是优化了，这是魔法。难道你也是我霍格沃兹的校友？抱着好奇心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发现事情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优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繁琐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优化这个词本身就成分复杂。本期视频我们就先从技术的角度来聊聊优化到底是什么，然后再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讲为什么大厂在优化方面越来越摆烂了。所以优化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经常换游戏风评，你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优化好似乎意味着游戏能够流畅的运行，但是你会发现扫雷在所有电脑上都可以流畅的运行，这明显不对。大家说的优化通常是指最新发售的大作，扫雷等小游戏本身不需要配置，说优化好太勉强，于是你会急匆匆的给优化再加一个定义，控制一下画质这个变量。游戏流畅的同时画质也说得过去才能算作优化好。心灵杀手2是我认为画质的天花板，游戏也还算流畅，优化肯定算好了。那是不是画面不如心灵杀手2，帧数还更低的游戏优化就更差了呢？也不见得。如果游戏是开放世界，那这款游戏天生就会比心灵杀手2这种线性游戏更吃配置，这个在我的 Xbox 视频里有讲。而除了游戏类型，游戏公司的引擎也会对帧数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有些引擎它就是帧数更低，跟游戏公司的优化没太大关系，甚至有些引擎帧数过高还会破坏物理特性，如果直接进行对比，确实有点不公平。这里我就不点名批评是谁了所以说我们再控制几个变量，如果两个游戏类型一致，画面统一，引擎一样， A 比 B 帧数更高，那 A 是不是优化就更好呢？还是不行。除了平均帧数低，频繁的掉帧也可以归纳为优化差。万一 A 比 B 平均帧数更高，但是 A 会频繁掉帧呢，这是不是也算优化差？法环刚发售的几个小时风评非常差，刚出新手教学，革命而来的大树守卫一斧子砍你30帧，实现掉帧打击，被诟病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也是优化差的一种。而除了之前提到的游戏类型、低帧和掉帧，影响优化的变量还有崩溃、着色器加载慢、netcode 吞子弹、建模加载 bug 和其他 bug 等一系列跟优化相关的变量都要被计算在内。网上似乎没有给优化一个准确且客观的定义，任何因为配置原因导致游玩不愉快的种种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那就是优化差。所以如果按感受去推断优化差的定义，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优化是以上所有变量之和，且有着木桶效应。掉帧、卡顿、netcode、bug， 只要有一点没有做好，那这款游戏就是优化差，没得说。所以如果要讲明白如何优化一款游戏，我们也需要把这些变量一个个分开讲，对症下药。就拿帧数流畅度来举例，为了让帧数流畅，建模师那些辛辛苦苦的模型就不能一股脑的放在游戏里，而是会按照精细程度做出好几个不同的模型，然后按照玩家离模型的距离来依次替换模型的精细度。玩家越近，模型就越精细，越远，模型就越粗糙。反正远处的模型玩家也看不清，而且小型的模型，比如花花草草或者远处的汽车，则可以直接用动画和贴图来一并代替。原因不难理解，一个近距离的模型可能占据玩家屏幕几万个像素点，而远处可能只有几十个。用高精模型和低精模型在几十个像素点体现出来的画面差不了多少，这项技术能在不影响画质的前提大幅度提升帧数，这个在游戏里叫做 level of detail。 而视频开头提到的巫师3则有着更极端的做法，有些模型从任何角度上看上去都十分相似，本体缺乏立体感，比如草和松树，但如果我们走近一看，你大概率没有猜到这些模型其实不是模型，而是一张张永远面朝着你的贴图。就像你大概率也没有猜到，在这个夏天有什么能让人清爽凉快、从内而发的感到快乐。那当然是给这个视频一键3连让我有动力产出更多让你开心的视频的。猜到了举个手这个用面朝玩家的贴图去替代 3D 建模的手法叫做 Imposter， 也是个广为人知的优化手段。无论 LOD 还是 Imposter 都仅仅是帧数优化的冰山一角，这里就不多做展示了。B 站有个 UP 主叫做小怂猫人，里面会展示更多制作主为了优化而使用的奇技淫巧，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同时，帧数作为所有变量之一，优化起来最简单也最可控，之后的几个变量一个比一个复杂，比如我们现在要聊到的掉帧、崩溃以及模型加载错误。帧数优化大部分情况只跟显卡有关，
而后面的这3个则是对电脑的所有硬件都有着一定的需求。就拿吊针举例，它出现的原因可以是因为瞬间特效太多，导致显卡算力不够，也可以因为游戏同时载入的内容太多， CPU 吃不消。而优化吊针的问题，则需要开发者先搞清楚哪部分出了问题，确定整个游戏所需的图形算力保持稳定，同时也要确定 CPU 的负荷也维持的相对稳定。而除了吊针，游戏崩溃和模型加载则跟游戏的吞吐量息息相关，而吞吐量影响的意见可太多了，不仅包含前面的显卡和 CPU， 还跟内存和硬盘有着一定的关联，且同样有着木桶效应，只要其中一环出了问题，游戏就会出现图形加载不够完整，或者干脆直接崩溃，哪怕其他的硬件再快也没有用。2077之所以在 XSI 上的问题要显著少于 Xbox One X 也是这个原因，虽然后者的显卡算力跟前者差不了多少，优化这方面则更为复杂，需要设计师计算好玩家时时刻刻的可调度内容，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在游玩内容上做出一定的取舍。当然，如果你以为这几个就足够复杂了，但更复杂的优化问题在 bug 和 netcode 上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做游戏测试，并对所有的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同时还需要开发者去研究以及修改游戏和引擎的底层代码，而底层代码通常切一下而动全身，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引发更多的 bug， 修改起来要10万个小心。作为辅修电脑科学的我深知，每个程序员都有不同的编码习惯，这个习惯还会根据时间不同不断变动。有时候我都看不懂自己几年前的码，更别说修改别人，甚至别人几十年前的代码。相信这方面的从业人员深有体会。不然 DICE 的《战地风云2042》也不会因为老员工的离职而导致 netcode 吞子弹和首发 bug 频出了，哪怕这个公司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战地系列了。所以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优化的各种方案，为什么优化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呢？在问了一个业界人士之后啊，我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优化游戏贵，很贵，非常贵。虽然我这位朋友没有透露优化占据成本的百分比，但是作为整天把经济挂在嘴边的我，决定用金融最原始的办法来窥探个一二。没错，我要去翻翻游戏公司的财报了。在简略的查看一部分游戏公司的财报后啊，我发现了一般游戏财报不会轻易透露游戏公司内部的人员分布，所以优化和开发的成本会统一放到工资开支里，两者一起算。毕竟很多人都是既开发又优化，合情合理。所以如果只看财报啊，我们无法得知一家公司具体在优化单方面花了多少钱。但是众所周知，赛博朋克2077有着灾难级的首发优化，索尼甚至因为优化问题直接把游戏下架了自家的索尼 PS4 删列。所以为了稳固投资者的信心， CDPR 曾披露过内部人员的项目变动。在2021一整年， CDPR 有将近 40% 的人继续保留在了已发售的2077，为这款游戏做优化，以便未来重新上架 PS 商城。这 40% 还不包括 DLC 的开发人员，算是纯粹为了优化而拨动的人力资源了。如果我们打开 CDPR 官网发布的2021年年度财报，全年在营业上的投入达到了9亿兹罗提。在目录找到营业投入，打开38页里面的营业成本细分，在工资投入栏的右边写的触目惊心的1亿6千万兹罗提。假设公司的所有团队工资差不多，那 40% 的1亿6千万兹罗提换算成人民币就是1亿1600万元。也就是说，仅仅在2021年一年， CDPR 就往游戏优化投入了至少1亿1600万，这还仅仅计算了人力成本，不包含其他固定成本。而哪怕这样，也仅是游戏发售1年后的优化成本，不包含22-23年的成本，更不包含游戏发售前花掉的优化成本。通常发售前的优化成本是发售后的好几倍。尽管发售前的优化成本并没有被 CDPR 透露出来，我们无法计算总数，但是通过这个，我们也能合理猜测优化上花的钱几乎能再做一款巫师3了。所以经过了这次调查，我也发现优化远不及我 Xbox 视频里说的那么简单。的确，我依旧保持所有游戏优化好都可以放到 XSI 上这个观点，但是优化成本方面的投入多的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作为金融业的人，我深知如此庞大的成本足以在游戏立项做预算的时候就被考量在内，它甚至高到要跟内容做取舍的地步。在同样的成本下，一款游戏优化做得好，也意味着内容产出方面要少，两者无法同时兼得。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啊。就拿之前聊到的 LOD 举例，一个游戏如果想要优化好，那意味着建模师要给同一个高精模型做出好几种不同精度的其他模型，以便随时替换。如果放到一款独立模型就有上千的 3A 大作里，再给这上千个模型一一单独制作不同精度的其他模型，所需的成本实在是难以想象。而这还仅仅是最容易处理的优化问题。虚幻五引擎自带的 Nanite 已经可以自动优化模型了，
这个放在未来不是问题，但如果要处理 netcode 以及 bug 方面的问题就很困难了。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优化方式，只能让屏幕前的程序员对症下药，一一处理。鉴于程序员至始都是一个高薪职业，修复此类问题所需的资金成本只会高得离谱，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刚好与标题相反。没错，虽然所有游戏都可以做足优化再发售，但是做足优化本身是个费时费力的事情，而且要跟内容做出取舍。与其把优化做到完美，不如把优化做到合理。大树守卫的掉帧攻击阻挡不了法环斩获年度最佳奖，老滚5和辐射4那首发的众多 bug 也阻拦不了毕设成为当年掌管欧美 RPG 的神。所以说，一个首发优化完美，但是内容缺斤少两的游戏，真的是你想要的吗？